当地时间周一，美国政府继续碰瓷表演，白宫宣布将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但会支持运动员参加比赛。这一举措就被美媒称为对中国基本没有影响，只具有象征性。在周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美方的错误行径将做出坚决反制，请大家拭目以待。周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宣布，拜登政府将不会派出美国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但参加比赛的美国运动员将会得到全力支持。耐人寻味的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普萨基拒绝使用外交抵制一词来描述拜登政府的这一举措。Everybody can call it whatever they want to call it. I would just remind you that often when you use diplomatic boycott, that phrase, that brings people back to 1980, and we are not. The athletes will be participating. 普萨基解释道，这不是1980年的外交抵制。1980年，卡特政府不仅禁止美国外交官出席莫斯科奥运会，还禁止美国运动员出席。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共有67个国家缺席莫斯科奥运会。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还强调，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将得到拜登政府的全力支持。We will be rooting for the athletes from home. I am an Olympics-obsessed person,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that. 当地时间周一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驻华外交官仍将为出席北京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提供领事和外交安全服务。We do intend to provide consular and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s to ensure that our athletes, coaches, trainers, staff associated with the U.S. Olympic team, that they are secure,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American citizen services, that we provide as a routine matter, of course, to all Americans overseas. But this is a separate matter from official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t the Games. 这是一种精心拿捏的姿态。那么在这个当口，他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要在这个问题上要强调一下所谓的这些人权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他也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这个就精心的把握了这样一个在语言上玩的这样一个小游戏哈。就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外交抵制了。我觉得是对中国，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严重的侵犯。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针对美国的抵制表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强调，从来没有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美国政客来或不来，对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会有任何影响。刘鹏宇还专门发推批评美国政客鼓动抵制冬奥会，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故作姿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也指出，美国政府的决定反映了其冷战心态，意欲将体育政治化，制造分裂，挑起对抗。这种做法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根据奥运规则，各国官员出席奥运会应由本国奥委会邀请。美国政府官员是否出席北京冬奥会，是否来为自己的运动员加油，是美方自己的事。在未收到邀请情况下，美方把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钩，这完全是颠倒黑白，错上加错，自欺欺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美方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基于谎言谣言，试图干扰北京冬奥会，只会令人更加看清美方的险恶用心，只会使美方更加丧失道义和信誉。中方对美方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将作出坚决反制。赵立坚强调，美方应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否则将损害两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合作。赵立坚在回应的时候，除了再次强调冬奥会是运动员与冰雪爱好者的舞台以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中方对美方的错误行径将做出坚决反制。而针对外媒记者就如何反制进一步追问的时候，赵立坚指出，美方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
实际上，许多美媒就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抵制行动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白宫的外交抵制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美国政府无权单方面禁止运动员参赛。美国奥委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对此拥有最终决定权。《纽约时报》也提到，美国奥委会此前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不支持美国政府阻止运动员参加比赛。在周一的声明中，美国奥委会重申了这一立场。此外，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的采访时提到，拜登政府的外交抵制对中国基本没有影响。相对来讲，对美国来讲比较低成本的抵制方式，这样呢既不影响美国的奥运会美国的运动员来参赛同时呢也没有对赞助商造成什么损失。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又能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个姿态，我觉得这是美国在这方面比较狡猾的一方面。据联合早报报道，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苏珊·布劳内尔分析，美国总统通常都不出席在他国举办的奥运会开闭幕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唯一一次在任美国总统到美国以外国家参加奥运会，所以拜登本来可能也不会去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因此他认为，也许拜登本来就没打算出席奥运会开闭幕式，但还是把这个决定夸张地称为抵制。冬奥会嘛，就是一个体育赛事，本身就不应该被夹杂任何政治因素。那么鉴于这次疫情的原因，这是在疫情期间举办的一次大型的国际赛事，那么本着简洁的和安全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请很多的人过来，并没有向美国发出任何邀请。所以美国在这个前提下，美国的一些其他的政客，包括拜登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有点表演的性质，有点自作多情。其实体现了美国对奥运精神的一种曲解和侵犯，以及我觉得在国际政治当中一种很不健康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是美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此外，在周一的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还说，白宫还将与七国集团就此议题展开合作。实际上，将体育政治化并鼓噪盟友一起站队，称得上是美国的司马昭之心。上周四，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提交冬奥会休战协议草案，虽然联合国大会当日就予以通过，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以及除新西兰之外的五眼联盟成员国都拒绝签署。不过，就在美国表态所谓抵制北京冬奥会后不久，新西兰体育部长罗伯逊对记者说，新西兰将不会派出部长级别的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但运动员还是会照常参赛。在谈到原因时，罗伯逊强调是出于疫情下的安全考虑，并不是跟风美国。We made that clear to China, I think, in October, and so for us, that's a decision we've already made. Range of factors, but mostly to do with COVID and the fact that the logistics of travel and so on around COVID are not conducive to that kind of trip. 另一方面，韩国则主动向北京冬奥会发出了祝福。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三周二表示，支持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期待本届冬奥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改善半岛关系做出贡献。他还强调，韩国政府一贯支持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此外，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已收到邀请，将以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潘基文表示，他深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可以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办好此次冬奥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政府决定将不派政府官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主持人好，白宫宣称呢，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派政府官员参加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是因为中国在新疆践踏人权，存在种族灭绝。实际上呢，这个世纪谎言早就被戳破，什么强迫劳动，什么种族灭绝，都是美国呢为其自身政治利益而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美国记者兼著名的作家马克思·布鲁门佐在今年的4月呢，就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讲述了美联社的记者怎样在2018年设陷阱到新疆采访，怎样歪曲事实，把新疆和田的一家服装企业丑化为再教育营，怎样呢要向美国合作者交纳30万美元的封口费，怎样与美国人权劳工组织合谋，把新疆正常的生产扭曲成强迫劳动、种族灭绝，怎样影响到了这个新疆棉和太阳能板的出口，
怎样成为美国政客的打手。也就是说呢，美国政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不过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是把奥运会政治化，成为制约中国的舞台，站在了世界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对立面上。美国呢，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试图通过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来让自己的支持者抱团，为即将召开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壮胆。美国呢，还试图通过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来为台独势力撑腰，把台湾地区的代表拉到民主峰会，来增加国际上的露脸机会，以此呢来对中国施压。另外呢，虽然美国政府声称不会干预运动员参赛和私人企业，但是呢，不派官员参加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冬奥会的赞助商，尤其是美国企业。但无论如何呢，美国怎样的捣乱，北京冬奥会将如期举行。各国铁人健呢，将在中国的滑雪场一展风采。奥运会的主角呢，本来就是运动员，美国政客的嘴脸呢，只能成为笑柄。美国政府的决定将成为奥运会的耻辱，记录在案。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联系您，谢谢。